各位好，我是兴趣产的摄影师Enzo。那上一部影片 S Pro 2代的完整评测发出去之后呢，下面有非常多留言，大家跟我说他们想看跟 Action 5 Pro 的比较。今天呢，就是来实现你们的愿望咯。我做了非常详细的比较，各种模式下到底哪一台表现比较好。在影片最后呢，也会跟各位分析说，这两台相机分别在不同的情境下，到底哪一台相机比较适合你哦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那首先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外观设计。那外观上的话呢 ，Action 5 Pro 呢是明显比较小台的，整体体积呢比较小一点，重量呢也比较轻一点哦。体积比较小有一个主因是因为 S Pro 2代呢设计的是翻转萤幕，所以还有这个翻转的结构呢，就会让它的整体机身厚度比较厚一点咯。Action 5 Pro 的萤幕方面呢，则是前后双萤幕，然后前后双萤幕呢都是用上 OLED， 所以真的要论谁的萤幕比较高级的话呢，其实 Action 5 Pro 的萤幕是比较高级的哦。S Pro 2代的前萤幕呢，就是单纯显示参数，所以如果你要做自拍的 Vlog 动作的话呢，你就要把后面的萤幕给翻上来咯。但是这个萤幕设计呢，其实有好有坏。如果对于拍 Vlog 的人来讲的话呢，其实 S Pro 2代翻起来的萤幕呢，大小是非常的大。相比于 Action 5 Pro 来说呢，萤幕呢是比较小一点的哦。所以萤幕这一点呢，就是看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你哦。而且 S Pro 2代萤幕呢是可以翻90度的，所以蛮适合一些单车的使用者啊之类的。你在骑乘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看你的萤幕画面咯。其余按键配置呢就差不多，左边呢都是开关，上面呢都是快门键哦。然后记忆卡的设计呢不一样哦。S Pro 2代的话呢，记忆卡是在左边跟 Type C 槽放在一起 ，Action 5 Pro 的记忆卡呢，则是在电池那一槽。那这个点呢，我也觉得就是习惯就好，所以也不是说哪一个比较好，哪一个比较不好。然后麦克风的方面呢，最特别的就是说 S Pro 2代前面有这个麦克风罩的设计，所以理论上呢，它的抗风噪效果一定是更好的哦。那 Action 5 Pro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，就是说它有压力计，所以你潜下水的时候呢，相机是知道深度的。所以如果你是潜水玩家，你想要潜水的时候知道你潜到多深，事后可以后置到画面上之类的话，那 Action 5 Pro 呢，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合你的哦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画质规格方面哦。两台相机呢都是1.3寸的感光元件 ，Action 5 Pro 的话呢是4000万画素 ，S Pro 2代的话呢是5000万画素哦。论拍照的话呢，我觉得 S Pro 2代的拍照解像力呢是好蛮多的哦。所以如果你是会用运动相机拍照的人，那我觉得 S Pro 2代在这一点上呢是比较有优势的。然后关于录影方面呢，最高画质 S Pro 2代呢可以达到 8K 30p， 拍摄风景的话呢，解像力呢是相当的好，画质绝对是赢过 Action 5 Pro 非常多。但在 4K 方面呢，两者呢就差不多，但是 Action 5 Pro 呢是有着4:3的 4K 120p 哦。然后两台相机在 HDR 模式下呢，都可以录到13.5档的动态范围。那关于 Log 方面呢，就是专业调色的时候 ，Action 5 Pro 呢是10bit的 D-Log M， 但是 S Pro 2代这个 iLog 呢只有8bit。夜间录影方面呢 ，S Pro 2代的 Pure Video 的夜间模式呢是可以拍照到 4K 60p 的，而且在任何视角都可以用所谓的夜间模式。但是 Action 5 Pro 的超级夜间模式呢，是只能到 4K 30p， 而且视角呢是锁着标准。各位不好意思，在这部影片快剪完的时候呢 ，Action 5 Pro 迎来了更新哦。Action 5 Pro 呢更新了 4K 60p 的夜间模式，而且视角呢可以选择 Standard 又或是 Wide， 所以比上一个版本呢确实更为的进步，但还是没有像 S Pro 2代一样有所有的视角可以去做选择哦。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两台的详细的参数比对，我们现在呢来详细看画面吧。首先我们先看到两者的广度哦 ，S Pro 2代的选择比较多，但基本上呢就推荐 Action、Mega 还有 Linear 为主啦。大致上呢也对应 Action 5 Pro 的标准广角还有超广角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最高画质的表现。S Pro 2代呢可以拍摄到 8K 30p， 虽然说这个模式没办法运动 HDR， 但顺光拍的画质呢非常的夸张，赢 Action 5 Pro 呢算是非常的多，完全算是另一个级别的存在哦。然后在 4K 60p 的方面呢，两者都是预测锐利度，但画质呈现的方式呢有一点不一样。我个人觉得呢，细节上 S Pro 2代算是比较好一点哦。然后逆光情况下的 HDR 效果呢，我也觉得 S Pro 2代算是处理比较好一点，就是那个白色的晕边呢是比较少的哦。然后 4K 120p 的画质感受呢，算是跟刚刚一样哦。Log 方面呢，可以蛮明显看到说 iLog 很勇于去提升暗部，但相对来说呢，杂讯就比较多，而且一个8bit，一个10bit。所以在 Log 方面呢，其实不用说 DJI 的 D-Log M 呢，绝对是更为优异。Log 的模式在做自拍动作，我们主要呢是看一下说我们在原厂的校正 LUT 还原之后，我们的人脸的肤色表现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做任何调整，就是原厂 LUT 还原，然后我们转到逆光，看一下原厂 LUT 能不能把逆光的人脸肤色给救回来哦。所以这就是我觉得 LUT 蛮重要的地方了。再来，我们看到2倍画质。Action 5 Pro 一样可以推到2倍，
但是呢，它并没有做阵列转换，所以画质上的差距呢，我觉得是很大的。S Pro 2代跟 S Pro 1代呢，算是目前唯一一台可以2倍无损变焦的运动相机哦。所以如果你有特写需求的话 ，S Pro 系列比较适合你哦。关于夜间情况，画质上我觉得多数情况下呢，可以看到说 S Pro 2代更为的进步，细节呢都明显更好，高光压制呢也更大力一点点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快门速度在 S Pro 2代呢使用的是更快，所以会让防手震的表现呢更为的优异哦。那人脸的演算方面呢，我觉得在很昏暗的情况下 ，S Pro 2代的算法呢会比较自然，头发的部分呢也是，所以代表 S Pro 2代这次的双晶片夜间运算呢真的非常的强。那我们这边来比一个比较硬派的，两台如果都不能开启夜间模式的情况下，哪一台画质比较好哦？我个人觉得说，如果不开夜间模式的话，两台的画质表现呢就算是差不多，但某些情况下 Action 5 Pro 的杂讯会比较多一点哦。等一下有一个最尴尬的事情呢，就是说 Action 5 Pro 突然给我更新哦，害我这部影片呢有一些地方需要重拍。最大的重点呢就是 Action 5 Pro 更新了 4K 60P 的超级夜景模式啦，所以我们这边来补充比较看看吧。4K 60P 的夜景模式，我目前看起来觉得有人脸的情况下呢，表现差不多。在比较昏暗的时候呢，两者算法不太一样。Action 5 Pro 的细节比较多，但杂讯比较多。S Pro 2的细节少一点，但是画面比较干净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就是看个人喜好。4K 30P 的夜景呢，我们也重新比较一下哦。看起来呢，跟前面一样，就 S Pro 2代比较好，细节呢明显都比较好一点哦。那声音部分的话呢，大家可以来听一下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。我们直接来听一下完全撞风的情况下 ，S Pro 2代这个防风罩的表现到底怎么样？那我个人觉得呢，算是蛮明显可以感受出来麦克风罩，确实物理上减少了风噪音，还蛮明显的哦。那接下来听一下拍摄人声的部分，这时候呢有使用智慧人声增强。那现在的情况下呢，是让大家听一下，这两台在这个环境下收音怎么样？旁边也有摩托车骑过去的声音，而且蛮大声的，所以可以看一下两台对人声的增强表现到底怎么样。那 S Pro 2呢是有一个独特的智慧人声增强，所以我相信它听起来效果呢应该会很不错。那现在的情况下呢，是让大家听一下，这两台在这个环境下收音怎么样？旁边也有摩托车骑过去的声音，而且蛮大声的，所以可以看一下两台对人声的增强表现到底怎么样。那 S Pro 2呢是有一个独特的智慧人声增强，所以我相信它听起来效果呢应该会很不错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测试一下防手震，我会测白天、夜间，然后还有防手震的各个级数哦。在白天下的情况下，我觉得防手震两者都已经非常的优异，不管是标准还是高呢，我觉得都算是目前最顶尖的两个选手哦。那关于45度防震呢，两者的规格参数呢有一点不一样。Action 5代呢是可以到 4K 60P 还有 2.7K 60P 的哦，但如果是360度防震的话呢 ，S Pro 2代呢还是可以 4K 30P。Action 5 Pro 呢这边就没办法开 4K 咯。360防震的话呢，我觉得 S Pro 2代的表现比较好。大幅度晃动的时候呢 ，Action 5 Pro 偶尔还是会出现比较大的震动哦。夜间呢也是这次的重点哦。Action 5 Pro 呢超级夜间模式算是有结合它的夜间增稳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跟最强的 S Pro 2代来做比较吧。S Pro 2代呢还是有这个震动模糊改善的选项，所以在夜间防震的话呢，确实会更为的优异。那如果我们没有开启震动模糊改善的话，
还是可以得到说 X Pro 2代有更好的夜间防震表现，因为它的快门呢感觉明显是使用更快的哦。那接下来呢就是过热测试哦。我在高雄29度的情况下去做测试，当天呢算是多云，但太阳偶尔还是会出现。我们来测试一下哪一台会先过热，两台呢都是 4K 60P， 而且防手震都有打开哦。结果让我超级意外，就是说，两台呢都可以录制到1个多小时的 4K 60P， 两台都没有过热。然后在室内的情况下呢，录制两台是完全没有过热，录到完全电池没电才到结束。所以室内情况下呢，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，而且都没有撞风哦。然后在续航力的部分 ，X Pro 2代有个耐力模式，开启耐力模式之后呢，只能拍摄 4K 30P。然后这个情况下跟 Action 5去做对比呢，基本上两台的耗电量呢是非常接近的。那现在到了总结的时候，你看到现在你心里有选择了吗？那我现在来跟各位分享一些不同情境下到底要怎么去做选择。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拍摄 Vlog。拍摄 Vlog 的话呢，整体来说，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 X Pro 2一点，整体画质呢是确实表现比 Action 5 Pro 还要更好的。而且加上它的麦克风罩设计，这台相机呢是非常适合拿来拍摄 Vlog 的相机哦。那如果你今天是拿来专业使用或是拍摄 FPV 的话，那我个人觉得 Action 5 Pro 或许会比较适合你，因为它有着 D-Log M 的10bit，所以在后期调色上的话呢，绝对是更为的优势哦。那如果你是潜水用户的话，我个人觉得算是一个很两难的情况啦，因为 Action 5 Pro 呢是有压力计的，但是 X Pro 1代跟2代在水下的画质表现呢又是相当的好，色彩还原表现呢也相当优异。所以如果你是潜水用户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再多思考一下，你到底是要这个压力计，还是你要一个水下还原比较好的表现呢？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两台相机的详细比较啦。你们喜欢哪一台呢？都欢迎留言跟我说哦。那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也都欢迎留言问我哦。那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感谢各位，我是兴趣小人车里3走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